大家好，已经好多天没有出村骑行了，为了躲避高温，只是就近村内活动一下，或者呢，干脆就是开车出行。我记得上一次骑行啊，去挑战了一会儿莲花大道，加上大夫山公园里面啊，结果真的35、6度的高温，爬了很多的坡，感觉还是有些力不从心。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还是不要去挑战这些严酷的天气，尽可能的跟自然和谐相处。所以这几天呢，就避了一避高温。但是今天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广州应该连续下雨，其实从昨天已经开始下雨。那么在这样的天气底下呢，每天大概总会有几个小时不下雨的时候，气温呢就会在30来度吧。我觉得应该抓住这样的还算相对凉爽的天气呢，出来骑一骑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在躲了好几天的高温天气之后啊，打算再一次骑到村外去，从天湖区的侧门出去，照样呢沿着莲花大道啊骑一段山路，然后呢直接去到景观大桥。今天打算骑过景观大桥，向着沙湾古镇的方向呢去骑一下，大概呢是这么一个打算啊。我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来到这个棕榈园里面了，看到不少妇女们在跳广场舞，这边的喷泉呢也开着啊，可以到里面来稍稍的溜达一圈。我觉得当年的老板呢，就这个祈福的房地产的老板啊，还是豪气干云，确实呢有一些大手笔啊，比方说建的学校、医院，然后就是沃村里的好多的公园，其中当然像这个祈福湖，还有这个棕榈园呢，我觉得都是相当不错的公园啊。你看看这边林木深深啊，就感觉还是给大家很多休闲的地方。
我也好久没有到里面来转了，就发现这个公园里面有不变的这些树林、草地，但是呢，也增加了一些像乒乓球台这样的休闲的设施啊。好，我呢就是骑个车到棕榈园里面来闲逛一圈，还是继续我的骑行啊，向着天湖区的车门骑过去。看到这些环卫工人呢，都在清扫这些道路。就起伏呢，就好像建在一个公园，甚至一个森林里面的一个居住小区。所以这些树木啊，不同的季节就会有很多的落叶。就这种落叶呢，是需要人去每天都去清扫，所以也都会这些工人们就不断的去清洁，使得屋村呢就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状态。
出天湖居这个侧门的时候啊，村里的一位老外帮我们开门，扶着门啊，所以希望呢，这个村里面慢慢又恢复一些国际的氛围。就我们祈福新村呢，据说是有近100来个国家和地区的老外们在这边居住的，但我觉得现在应该人都走得七七八八了。但是随着下个月9月份国际学校的开学呢，相信国际学校的老师还有学生们都会回来上学教课啊，希望这个村里多一些不同的色彩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莲花大道上啊，就这条我还是蛮喜欢骑的山路，虽然呢有一些坡，上上下下，但是还是不错的一条骑行道。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个马路的两边也多了很多的食品加工厂啊，在这种城乡结合的乡村的这种简易的厂房里面啊，加工食品，确实让人会有一些联想。现在这些所谓的预制菜问题啊等等啊，都不断的掀起一些话题。有时候想想，我们可能经常光顾的一些知名的食品企业，尤其是更多的是餐馆，它都是经过加工预制以后的一些食物。那如果说以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来制作这些食物的话呢，当然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总是有一些人是意志所趋啊，偷工减料，或者呢真的知法违法，就把那些不合格的滥竽充数的一些东西啊，结果贴上一个知名的品牌，然后老百姓呢浑然不知啊，就吃到肚子里面，长此以往呢，肯定会让这个机体受损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老百姓的健康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损害啊。所以食物的安全在整个国家的法规里面应该是最严的。那这种违法的行为呢，是应该不给予任何的机会的。就发现一次，那让这个企业要彻底的完蛋。我相信很多国家都这么做了。所以现在外卖的这个产业啊，蓬勃的发展，这个老百姓更多的呢，出于各种原因吧，叫外卖的是越来越多，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人，包括我们家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的。就很多事情他们是贪图某种方便，但是要面对的呢，就是完全是不明状况的食物。只有在看到某种报道，某家企业或者某个行业里面爆雷出来说那些黑幕，然后才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自己也中了招。但是呢，
有时候就想着很多人都那样，可能也都麻木了。所以这个是当今在中国的食品行业、餐饮行业实际上有很多的一些隐患。从最早的卤奶粉到地沟油到预制菜，各种环节状况其实层出不穷。骑着车上山但是边上还是有不少的鱼塘，这种半山人家反而是更多的经营鱼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好，现在呢开始溜下坡。你看夏天的这些农村的景色真的非常之美，有碧绿的田地尤其是南方，各种各样的瓜果树木、经济作物、蔬菜，看看边上那种
姿态优美的芭蕉树、香蕉树，就感觉农村到了夏天呢，活力满满啊。就除了天气热一些，当然农民们也非常的辛苦啊，但是应该是收获的季节吧。前几天好像看到报道说，现在已经立秋了，8月份了，也差不多该要立秋了。但广州这边呢，肯定是一派夏日的景象，一直还会持续1个2个月。但北方呢，可能天气就要过渡到比较秋凉的时节了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说，过了9月份。能不能去到比较凉爽的北方去转转，看看家里面也有很多事要处理，希望能够有机会在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到处去转转。现在呢，骑出了莲花大道，前方呢就是景观大道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骑过虞山西路向着前方的景观大道骑过去。经过一块南无阿弥陀佛碑看到马路边上就是横江村，感觉还是到村里面去骑一段吧。看到村里的村民广场这些榕树上面坐着很多的乡里乡亲，
在那边乘凉玩牌。边上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池塘啊，这是广东这种村落啊，一般都共有的一些景象，就都会有一些水，然后呢也保留着一些像我边上看到的这些祠堂、皇宫祠，看来这边都是以黄姓人家居多啊。你看这个也是一个皇宫祠，蛮大的。横江皇室宗祠，建得相当不错啊。祠堂对面呢就是一个祠堂，这也是这边的风水讲究吧。这可惜呢，这种祠堂啊，保留下来的已经不是很多了。有时候就是随心所欲的，在一些村落里面随意的穿行一下，看到农民的这些生活的状态和场景。村里面的道路呢，大部分都变成这些市场了。现在骑行在村内的街道啊，虽然感觉这些村民都已经失去了土地，但是这些宅基地上建起那些村民的房子还是比较整齐划一的，面积应该也足够了，估计3层左右吧，加起来应该有个几百平方米的。好，随便在村里穿村而出，现在又来到了这条景观大道上。你可以看到啊，右侧马路边上呢起了很多沿街的商铺，我相信这些都是这个横江村村民共同拥有的权益。就这些商铺出租会有一些收入，应该都归村民集体所有吧。
前方呢就是景观大桥啊，我今天要骑上桥去。现在呢，已经骑到了景观大桥的桥中央。我们从这边来看一看市桥水道。从这个桥上望出去的风景呢，非常的漂亮，尤其是右侧，你看市桥水道边上大片的绿地，还有一些小山坡。我们再从这边来望一望。但是马路的对面呢，就盖了很多的楼啊，看这楼也是不是特别的跟环境相和谐，有些随意和凌乱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从景观大桥骑下桥去。
看来这座景观大桥呢，它已经延伸到了这里了。在一条小村边呢，也专门做了一条骑行道，这里还从来没有走过。看来这边呢是一个学习驾驶的教练场，有车，很多学车的人都在里面练车。沙湾古镇呢就在左前方了啊！既然来了，我们也到里面去转转吧。
我眼前的呢就是沙湾古镇了啊，这边有一个莲花池，进来看一看。虽然这个莲花池里面莲花还在，但是这个荷花呢已经基本上败谢了，残留的不多了。看来季节真的是快到秋天了吧。是有很多莲子、莲蓬，应该都已经成熟了，没人来摘呀。这就是沙湾古镇边上村民的生活的场景。你看啊，他们都在莲花边上啊，坐在那里乘凉、聊天，做各种各样他们喜欢的活动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到古镇里面去转转。这边呢应该是西门售票处，就如果你要买什么联票的话，就40块钱，包括呢刘根堂一个和氏的大祠堂，还有一位姓何的院士的纪念馆，还有广东音乐馆等等啊。这里呢就有这个沙湾古镇的一个导览图。边上呢就滴水园公园了啊。好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到这个古镇里面呢去转一转。而这个西门口这个地方呢，就有一个巨大的影壁，一块砖雕，建得非常的大气磅礴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就是这一块巨大的砖雕，一块大的影壁。好了，那么我从祈福新村呢，借到景观大道、景观大桥啊，就来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沙湾。那我在这边呢告一段落，
接下去呢，我们到古镇里面去骑行先逛一圈。那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